西龙岛夏敖长老带着身着暗金色龙甲的龙甲军群，同南龙岛蛮延长老带着体型硕大的蛮龙军群一同逼上了东龙岛。他们的意图很明显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只要抓住了子言软禁起来，就可以打着王族血脉的旗号一统古龙族。齐攸和竹离等人自然是不可能让他们抢走子言的，一场大战不可避免。竹离在嘱咐完黑琴去保护萧炎以后，就同齐攸一起加入了战场。蛮延变化成了一个拥有着龙身、龙爪、龙臂的半龙人的模样，对上竹离时，黑琴也赶到了萧炎所在。天际之上，剧烈的能量波动不断的炸响，盘坐于巨顶之前的萧炎却是稳如泰山，布满血丝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巨顶之内。倒不是说萧炎的心理素质有多好多变态，主要是连续1个多月的精神高度集中，已经让萧炎的脑袋变成了浆糊。现在的他可以说是全靠着意念来强迫自己超负荷运转了。黑琴看着眼前披头散发、胡子拉碴的萧炎，暗自决心等彻底解决此事，就跟萧炎拜把子，萧炎让打谁就打谁。原来在这里，黑琴正想着的时候，一猖獗的大笑声突然传来，来人是龙甲军4统领夏刹。黑琴本想打打嘴炮，尽可能的拖延时间，不曾想那4统领不是个蠢货，于是两人很快就战作了一团。而竹离和蛮延那边由于谁也奈何不了谁，就都停了手，开始你一言我一句的辩论了起来，企图用言语来说服对方放弃抵抗，弃暗投明。可惜一个人的出现直接打破了这短暂的和谐，是北龙岛的青燕长老。青燕一现身就交代蛮延长老拖住竹离，而他自己则直接冲向了子言所在。蛮延长老才不想听青燕的命令呢，可惜棋差一招，只能先统一战线，再考虑以后的事情了。青燕很快就到了火山口周围的某处，正想着直接动手带走子言时，铁剑尊者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。要知道铁剑尊者仅仅只有2星的实力，当初面对2名6星斗尊的联手一击，他不曾怕过，如今对上斗尊巅峰，他亦不惧。可实力的差距就摆在面前，不是一句不怕就可以抵消的。铁剑尊者抽干体内斗气的全力一击，也不敌青燕挥一挥衣袖，以袖子将铁剑尊者打得吐血倒栽进森林后，青燕冲着萧炎走去。小子，停下你的火焰吧，青燕淡淡的道。谁知萧炎理都不理他，觉得自己被冒犯了的青燕很生气，抬起手掌就朝着萧炎的天灵盖抓去。就在他的手掌距离萧炎的天灵盖 0.01 毫米的时候，却是再也难进一步，是血脉压制大成的王族血脉。青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冰冷的喝声也在青燕的耳边响彻。他伤一根毛发，今日你便用命来偿。紫妍苏醒了，青燕立马就想逃，却在转身的瞬间被一道紫金皮链打了个鲜血狂喷，倒飞了老远。之前还在混战的太虚古龙族人们，在感受到血脉压制的一瞬间，都停下了动作。巨顶之内，一道修长的倩影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。该女子拥有紫金的眼眸，神秘而妖媚，一身紫金裙袍，难掩尊贵。裙袍上龙黄舞动，仿若活物。一头紫色的秀发蔓延过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，然后垂至其紧翘的娇臀处，还有几缕秀发在前方傲人的丰盈处翻飞。此时的紫妍比之上次萧炎所见多了些许霸气、尊贵与冰冷。丈许的紫金羽翼舒展的一瞬间，此处战场的那些东龙岛的强者都是面露狂热的瞬间跪伏而下，并整齐地喝道：恭迎龙皇大人。那可是天皇之翼，古龙之体呀。天空上，夏刹以及青燕等其他龙岛的强者就没有那么快乐了。虽说是感受到了灵魂以及血脉之中传来的威压远比3大龙王的更强，但由于长期的服从于3大龙王，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像黑琴等人一样跪服下来，反应过来时再跪可就尴尬了。再说了，回去也不好交代呀。因此在黑琴怒喝他们混账居然不跪龙皇大人时，青燕与夏刹只干笑了一声，硬着头皮表示自己属于龙王大人麾下，日后若是有时间再来觐见龙皇大人后，转头就跑了。黑琴这个暴脾气当下就炸了，紫妍却是制止了他前去追逐的动作，径直来到了萧炎的身边。眼看着萧炎布满血丝的双眼，以及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几乎僵硬的手掌，紫妍叹了一口气后，就将指头轻轻点在了萧炎的额头之上，随后一股浓郁的紫金光芒就从紫妍体内暴涌而出，飞速地侵入萧炎体内。萧炎被这种紫金光芒完全包裹之时，也终于是闭上了血红的双眼。嘱咐完黑琴好好照顾萧炎以后，紫妍就前往了竹离他们所在的战场。
血脉威压弥漫开的一瞬间，一道道身影都虔诚的跪伏而下，当然也有硬骨头啦。不过紫妍这次很强硬的直接让他们五体投地。随后紫妍就让入侵者们滚了，并让他们带话太虚古龙一族自古以来只有龙皇没有龙王，他们的那一丝王族血脉本皇到时会亲自收回。满眼等人听到这话，身体都是忍不住的一颤，龙皇之怒惊天动地。几天后，此时的紫妍为了将龙皇本源果的能量完全吸收，已经再度闭关了。而萧炎醒来后想要坐起来时，却不知为何只按了一下床榻，就将其生生的按成了一片粉末。经过仔细研究，萧炎发现自己的皮肤之下居然隐隐有着淡淡的紫金之色，看上去就像是金属一般。正疑惑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，竹离长老来了。萧炎连忙问竹离紫妍怎么样了。竹离将紫妍的事一一告知后，反问萧炎有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太一样了。原来紫妍在闭关前在萧炎体内注入了一丝龙皇之力，并彻底激活了萧炎先前服用的古龙血晶，这才导致萧炎的肉体被大幅度强化。至于强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说是不逊色于一些达到斗尊阶别的魔兽吧。除此之外呢，龙皇之力还有着一强悍的用途，那就是随意念催动自动生成龙灵衣。注：平时是隐藏在皮肤下面的。龙灵衣的等级同实力与血脉相关，萧炎得到的就是最高等级的龙皇骨甲。这龙皇骨甲可是个好东西呀，有了它，萧炎的防御力可以说是直接飙升了2到3个层次。也就是说，6星斗尊以下的攻击基本上已经是不能伤萧炎分毫了。捡到宝的萧炎高兴极了，平复了一会儿后才想起怎么没有看到青灵。朱莉笑着表示，他们将青灵送去了古龙墓中修炼，因为小丫头体内的是远古天蛇中最为凶悍的9头天蛇。这种家伙凶力滔天，现在没有太大动静，是因为其力量不够，等其力量逐渐恢复，必然会反噬其主。而古龙墓是历代古龙安息之地，龙气极度旺盛，足以压制那9头天蛇的灵魂，进而能够帮助青灵将其彻底的炼化吸收。得知这一情况的萧炎点了点头，随后在心里默默得道：青灵1星就能战6星了，待其将9头天蛇彻底炼化并吸收，那实力不得飙升到5星斗尊？好家伙，这碧蛇三花瞳不愧是号称天下第一的奇瞳。萧炎感慨完，又思索了一阵后，冲着竹离道：自己便在古龙岛多留一段时间吧，若是再遇见上次的事，也好出手帮忙一下。真实想法其实是青灵还在修炼中，他总不好丢下他一个人走吧。龙皇大人的朋友愿意留下，竹离自然是没有意见的。萧炎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的意思，确定自己要留下来后，他就问起了竹离，这东龙岛之外的虚空中是否有着雷霆聚集之处。原因嘛，自然是他的天妖魁被天冥宗的那位强者轰得将近报废，已经不能够再用来抗敌了。而想要修复天妖魁，就需要用到雷霆之力。萧炎觉得用7品甚至8品丹药引来丹雷实在是太过麻烦，因此他打起了天地之间的雷霆之力的主意。竹离思索了好一会儿后，最终在萧炎期待的目光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东龙岛附近的虚无空间之中，还真就有一处雷霆聚集之地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